小伙深夜造访独居寡妇，刚推开门就看见了令人血脉喷张的一幕。男人抚摸着性感的大腿，慢慢爬到床上，准备和对方亲热一番。开灯后才发现怀里抱着的是女孩的母亲，这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这是一部以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农村真实惨案为背景拍出的电影。因为性质相当恶劣，这起案件被当时的日本政府隐瞒下来，直到30年后才被重新提及，这才有了这部《末日村庄》的电影。电影中有很多让你血脉膨胀的大尺度镜头，也有一些让你汗毛竖立的血腥画面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故事发生在一座偏远的小村庄，当时的日本盛行军国主义，村里的壮汉都以被征兵入伍为荣，而山本却因为身体素质原因成了同龄人之中唯一的例外。村里留守的大姑娘和小媳妇儿个个都对他暗送秋波，一时间竟还成了抢手货。但他的梦想却不止于此，在这1年的时间里，山本每天锻炼身体，争取下次征兵体检的时候一定通过。而暗恋他已久的表妹更是亲手缝制了一枚香囊，预祝山本成功通过，并承诺会一直等到表哥退伍返乡，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他喜不自胜。可偏偏老天却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第2天体检途中出现意外，军医表示山本患上了肺结核，征兵体检不予通过。山本彻底崩溃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医生，要求对方重新检查一次，结果却被医生轰了出去。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，无法参军是会被刻上耻辱柱的。从此以后，不仅在村里抬不起头，就连整个家族都会因此蒙羞。山本坐在台阶上哭了很久，直到天色渐晚才缓缓来到村口。可他身患肺结核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十里八乡，这种病传染性极强，村民看见山本就跟看见瘟神一样，纷纷绕道而行，流言蜚语更是杀人诛心。他私下里被村民称之为废老鬼，是没法参军的废人。而从始至终真正关心山本的只有奶奶和青梅竹马的表妹。直到这天，他在村头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孩。山本因为病得太重，咳出了血，对方不仅没有嫌弃，反而热情地递上手帕。山本内心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，再加上女孩长相清纯，性格温柔，他一时间难免动了心思。可没想到打脸来了如此之快，女孩早就跟自己好兄弟在一起，两人还当着他的面在草丛里打滚。一瞬间，女神的形象轰然崩塌，山本气不打一处来，想要跟对方决斗，可好兄弟却说他是个蛮不讲理的第三者。晚上，山本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，心中满是怒火，于是便决定找隔壁李大姐谈谈心。丈夫参军报国，正值旺年的妻子却不甘心独守空房，与村里的年轻小伙勾肩搭背。这天，山本像往常一样来隔壁女邻居家里探讨生物知识，怎料对方的丈夫从战场上归来，现场气氛火药味十足，她只能尴尬地离开，转头又来到另一位女邻居家里，熟练地开门进屋，躺到床上，结果不曾想抱错了人，怀里的是女邻居他妈，这下完犊子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母女俩当即就把她轰了出去。山本连着2次参军失败，还患上了肺结核。在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，没有通过征兵体检是一种奇耻大辱，是全村人民唾弃的对象。为此，村民还成立了一支自卫队，都是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参军的年轻男子，以保卫村子为由，随意处置他们眼中那些废人。村里的流浪汉被这群人给活活打死，第2天吊在村口的大树上示众。警察来了之后，更是以自杀草草结案。角落的山本不甘心流浪汉就这样惨死，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，准备说出真相。可自卫队的队员们纷纷露出凶神恶煞的眼神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他吃掉。山本内心的正义忽然开始颤抖，在一群人的包围之中，他最终还是害怕地逃离了现场。回到家里的山本害怕遭到报复，于是掏出所有积蓄去镇上买了一把猎枪，整日在后山上练习枪法。他还画出了村子的地图，详细标注了每家每户的位置，以及各种逃生路线都熟记于心。有武器的山本也硬气了不少，整天背着猎枪在村子里转悠，对曾经辱骂他的村民投去憎恶的目光。从那以后，没人再敢嘲讽山本，他也经常在夜晚带枪闯入村民家中，强迫村里的女人跟自己发生关系。很快就有村民看不下去报警了，警察在房间里找到了5把猎枪以及500发子弹，他们将这一切全部没收，还以私藏枪支的罪名将山本关了1个星期。男人抚摸着性感的大腿，慢慢爬到床上，准备和对方亲热一番。开灯后才发现怀里
里抱着的是女孩的母亲。因为村民的举报，警察没收了山本私藏的枪支和子弹，再加上青梅竹马的表妹也在父母的逼迫下远嫁，他一时间备受挫败，这也导致山本对全村人充满了强烈的恨意。他重新进城，购买了枪械和武士刀，秘密谋划着一个可怕的计划，他要整个村子的人见证自己成为恶魔的一天。当天下午5点左右，他爬上电线杆，剪断了全村的供电源头。村民们以为只是普通的停电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一个个都早早睡去。而山本回到家后，全副武装，拿上霰弹枪和武士刀出了门，而他的第一个目标竟是身边的亲人。原来山本害怕自己死后没人为奶奶养老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拿起斧头断了后路。接下来，他在村子里展开了长达2个小时的无差别杀人。因为当时日本农村的房屋设计非常简单，推拉门也不上锁，手持武器的山本如入无人之境。那些曾经辱骂他的人、跟他暧昧过的寡妇以及自卫队的队员们纷纷遭到了枪杀，最终造成28人死亡，2人重伤，3个家庭被灭门的惨案。天亮之后，山本登上了不远处的山顶，在这里写下遗书后吞枪自尽。因为性质恶劣，这起案件被当时的日本政府隐瞒下来，直到30年后年才被重新提及，这才有了这部名为《末日村庄》的电影。